还以为你挺喜欢他的呢。一个女人得堕落到什么程度才会喜欢他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们在一起了。那要是朋友间那种喜欢呢？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为他而醉？我多喝2杯不代表我喜欢张小娴呢，我只是口渴。我怎么会喜欢你男朋友呢？没错，我就是喜欢曾小贤，你咬我呀！哎，Lisa，我刚买的奢华版手抓饼，手艺没得说，要不来一口？有培根吗？然后呢？有明纸洋葱吗？当然，内行啊！谁允许在直播间吃东西的？不吃了，你吩咐。其实我不是来找你的，诺兰，出来一下。Lisa 找我什么事啊？领导让我问问台里送你去美国培训的事儿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再考虑一下吧。亲爱的，半年前可是你自己提交的申请，现在怎么犹豫了？机会难得呀！我知道，你是怕自己创立的品牌节目又回到这个垫底王手里，可是有得有失，前途重要。等你回来，说不定我还要靠你罩着我呢。啊，好吧 ，Lisa， 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想处理一些私事。小贤，这几天 Lisa 安排我有其他的事，节目你帮我带一下。Yes。我是说，我一个人搞得定。你很喜欢一个人？当然没有，只不过好久没做担当了。一个人主持，久违的感觉。我终于可以不用穿鞋了。等等，连裤子也不用穿了。也许你一个人会做得更好。偶尔1、2次还可以，如果叫我一直一个人，现在反而不习惯了。如果你哪天见不到我了，会不会想我？啊？说心里话，和你在一起很开心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除了工作，还有很多事情，我也希望和你一起做。做什么啊？比如一起逛街、看电影，一起吃饭、旅游，一起过圣诞节，还有一起看春晚。这些偏私人了点吧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？你怎么说？对不起，我和大家有约定，不看春晚。赵小贤呢？曾老师不在，可能去电台了。个没脑子的，手机又落隔壁，响了一个晚上，吵死我了。二手车、高尔夫、小额贷款，还有收抓饼，都是广告啊。谁让他买个羊肉串都要填会员表？垃圾广告不淹死他才怪啊！可是只有会员才能打折啊。所以我每次填会员表的时候留的是他号码呀，多亲近。好嘞，现在还有垃圾微信啊。小贤，是我，诺兰。刚才的事很抱歉，我只想把我们的关系说清楚。2星期后我就要去美国了，培训半年。我不想带着疑惑离开。我的心意今天已经说过了，加上之前的8次，我不想再重复了。麻烦你考虑一下。周五晚上我在橡树餐厅等你，不见不散。
诺兰要去美国，他曾经向曾老师表白，机不可耐，花枝乱颤，鉴定完毕。你确定这是表白？不是恶作剧什么的？要不再听一遍，别漏了什么重要信息。你都听了32遍了，还没听出来吗？去美国就去美国嘛，临走前表什么白啊？还用微信？不是恶作剧，就是他太随便了。普通的女孩子如果要出国，不跟前任说拜拜已经很好了。可是诺兰呢，他却放下了矜持。难道说，李飞？啊？哦，你的推理很有道理。我还没有推呢。那个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曾小贤不接受诺兰，他是不是就死心去美国了？不一定，他可能留下来直到搞定曾老师为止。你是说，如果他接受诺兰，他就会安心去美国？也不一定，他可能放弃功名，从此相夫教子。这算什么推理啊？正版都不走了是吧？你好像很希望诺兰走的样子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剧情的走向。担心他干什么？这哪是一个2元一次方程，还要看曾老师的态度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意见啊。我们已经偷听了别人的隐私，还是让历史自由的发展吧。可是诺兰都已经向他暗示8次了，为毛曾小贤对他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呢？谁说的？诺兰自己说的，你没听到？为毛我们听的观点不太一样？那是因为角度不同嘛。你不信再听一遍。李飞，你把那条留言删除了。你刚才按的不是播放键，是删除键。完了，我们改变了历史罪过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吵吵了，大不了我明天自己告诉他呗。我努力工作，就是为了得到赏识，然后回到这个我爱的地方。哎，你的经历啊，让我想到了非常感人的童话故事。从前有一只小鸡，它的妈妈大鸡告诉它，只要你发愤图强，考到第1名，我就告诉你你的父亲是谁。这故事我没听过啊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发愤图强，终于拿到了第1。他激动地扑到妈妈怀里，妈妈告诉他：“孩子，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的，因为你是一只蒸汽鸡。”那他爸爸是谁？瓦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努力，争取第1，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的，说不定连你亲爹都能找到。励志，走一个。在门口遇到个送外卖的，谁叫的手抓饼啊？哎，我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手抓饼啊，特制培根加蛋 ，double cheese 变态辣，我最喜欢的奢华版，网上订的。真周到，谢谢。客气什么呀？最后那什么，那个饭不错。什么呀？我说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把支付宝代付链接发给你，多大的事儿嘛。哎，说到哪儿了？曾小贤，我有事跟你说。那个，昨天你手机落在这儿了，一直在响，然后吧，我就看了看，那个，喂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不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看我手机了？哦，我就看了看，发现你的手机膜真心不错。纳尼？你还是没有告诉曾老师？哎呀，你先听我说完，我有个重大发现，诺兰其实就是曾小贤的手抓饼。啊嘞？哎呀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接受诺兰的暗示了，因为曾小贤是处女座。星座不合。处女座有洁癖。刚才曾小贤最爱的手抓饼，就因为被张伟咬了一口，他就坚决不要了。说明什么？张伟有病。说明曾小贤有心理洁癖。
他一定是因为诺兰离过婚，所以才不接受他。对于曾小贤来说，诺兰就是一个2手的手抓饼。哦，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把微信的事情告诉曾老师呢？哎，就算我们告诉他，他还是一样会拒绝呀。到时候当面打击诺兰多不好啊！这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过，也好给诺兰个台阶下呀。这样不好吧？既然上天安排我们听到，就一定是有目的的，没准儿就是故意想让我们插手，缓解一下尴尬。谁都不愿意做历史的罪人，但是天将降大任于你我啊！关关，我跟美嘉要去逛街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？我不去了，我在做星座调研，关于处女座。处女座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讨厌处女座？你去百度一下，搜“我恨白羊座”，看看多少结果。28万搜一搜“我恨双鱼座，15万。”，那你再搜一下“我恨处女座500万，比其他11个星座加起来都多。难道一菲说的是对的？”。什么对的？一菲说曾老师是处女座，所以他有讨厌的精神洁癖，他拒绝所有2手的东西，比如手抓饼和诺兰。啊？这不算什么，洁癖顶多算普通处女座。随着历史的推进，早就不主流了。现在最多的是文艺处女座。文艺处女座，这是一个新兴的品种，他们无时无刻不洋溢着文艺的完美主义气息，凡事都力求面面俱到，最后往往人格分裂，没完没了的纠结，所以才那么不招人待见。有多纠结？左右互搏吗？何止这种人的小心眼里，都能模拟一桌麻将了啊！对，就像曾老师对一菲明明很喜欢，到现在还没有表白，绝对不是洁癖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时代在变化，物种也在进化嘛。曾老师会不会慢慢进化？比如接受诺兰？你问过他没有啊？我们平时最多只是戳他2句，可他好像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。我在网上看见过，对付文艺处女座得用激发性实验才行。干什么？风扇！不要侦探！哎，曾老师，我们做个访问吧。仿什么？关于品味偏好的综合取向测试，是宠物店的客户调查。填表格有优惠吗？当然，不过你要快速回答，不能思考，明白吗？好。猫和狗你喜欢什么？狗。长毛还是短毛？长毛。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选哪一个？百事。喜欢甜还是喜欢咸？贤哥果断选。一菲和诺兰，你选谁？这也太直白了吧！这也是宠物店的调查。深度调查是采访关于你对宠物配种的偏好。没头没脑怎么选？具体一点，假如你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小镇，2个人同时闯进了你的世界，一个是千年吸血鬼，他长得像胡一菲；另外一个是印第安狼人，他长得像诺兰。你必须从当中选一个，你会跟谁在一起？选不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我选了一个，另一个分分钟吃了我哎。呀，不会的，吸血鬼和狼人正好打平，你选的那个他会保护你的。我万一家里闹矛盾呢？选之前2个是朋友，选之后2个就是仇人了，这就是婚姻的悲剧啊！没让你结婚。你自己说配种的。哎呀，刚才那题出的不好，重新假设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机器人揭竿而起，把人类都杀光了，就只剩下一菲、诺兰还有你。怎么又选他们？机器人在围观，他们逼你的，然后他们要做繁殖记录。我还是选不了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选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雄性，我要为人类的复仇争取世界。哦，剧情不是这样的，你没有那么重要，机器人分分钟会杀了你的。那他们怎么做繁殖记录啊？那不是有诺兰和一菲吗？实在不行，他们一样可以做实验啊。他俩。我们都错了，曾老师的行为模式太奇葩了。怎么错了？不就是洁癖吗？处女座最简单了。处女座也分很多种的，你说的心理洁癖是普通处女座，悠悠说的无限纠结是文艺处女座，可曾老师是第3种，
第3种，今天下午我们让他在20种情景下进行选择，包括暮光之城、荒岛余生、世界末日等等等等。选什么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曾老师在意的点和常人完全不一样。不明白。总结来说，当他遇到选择，他的思路就会像踩着香蕉皮一样，滑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落，然后陷入死循环，最后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放弃选择或是不作为，明白了吗？你是说上次那个手抓饼也是因为不作为？这一次，关谷的推理居然是对的。多年以后，我问起曾老师，当时他为什么不要那个饼了？曾老师告诉我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我的培根，这货舔了一下啊，要不要呢？他舔了一下，饼还会好吃吗？可能这样差不多。不，这样已经不是奢华版了，不是奢华版，怎么配得上我的身份呢？没有培根的手抓，就像没有自我要求的人生，就像没有赵本山的春晚，这样的春晚我还看吗？不看。对啊，反正我本来就不看。哎，诺兰好像让我陪他看春晚，他几个意思呢？哎，我不要了。这种处女座想的很多，飘得很远，他们恐惧做决定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弃做决定。你是说曾小贤面对诺兰也是一直在跑偏？或许吧，不过这样一来，你删除微信的影响就不大了。反正曾老师还是会跑偏，他会放弃做决定，不接受也不拒绝。然后呢？诺兰得不到答复，应该会继续吧。既然都暗示了8、9次了，很快会有下一次的。还会有？哎，关谷，曾小贤的手机又落我那儿了啊！你还是自己给他吧。等一下悠悠生孩子，我还要去医院。这啥？又是微信啊？小贤，是我诺兰，好久没联系，你还好吗？我留言是想告诉你，我就要结婚了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2年前你给我肯定的答案，现在还会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听到这条微信，回复我还来得及，我等你。我就说还有第10次吧。正一样会跑偏，没啥。你怎么又把他删了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否则上次的事儿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关谷，曾小贤手机又落我那儿了。你自己给他吧，我还要喂奶呢。又是微信。小贤，是我诺兰，我又离婚了。别为我难过，我这么做是因为心里还有你。3年前，我给你留了言，你还是没来找我。我在想，如果当时你出现了，还会是现在这样吗？如果你听到这条微信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我又删。继续没啥，例行公事，保密哦。曾小贤的手机又来。关谷，你怎么不老啊？我是关谷的儿子，关谷神秘啊。我还以为你是你爸呢。哎，有吵醒。肯定是诺兰啦。小关，这 iPhone 18怎么用啊？小贤，是我诺兰，我又结婚了，但是我还在等你。如果想好了，划一下手指就能打开 QQ 传送门，你就能穿越过来见到我了。我等你。哎，你怎么删了呀？我爸说，只要是这个阿姨的消息，通通帮你删了。李大爷，你不会是处女座的吧？胡说，我才不是那个破星座的。那你和小贤叔叔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？那我爸爸的漫画书里说了，这叫幻想纠结跑偏综合症，临床表现为不作为。我不是处女座，我不是。你看到什么画面了？难道你也跑偏了？哎呀，
李飞，你来干嘛？散步啊！啊，我想起件事儿啊，昨天晚上还你手机的时候，诺兰给你发了条微信。没有啊。啊，我不小心删掉了，也可能是你手机触屏有问题。啊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去美国培训半年，要你给个答复，关于你们俩的关系。还说晚上会在餐馆等你，想通了快去啊！不会是恶作剧吧？哎，你也这么觉得？我早就……我说你的恶作剧。哎，你识不识好歹？我要是恶作剧，用纠结这么半天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别纠结这么无聊的问题嘛。你是说诺兰要去美国？你没漏到什么重点吧？哎，我听了32遍啊，态度诚恳，急不可耐。哎呀，我就是不小心删了嘛，你还非要我连语气也学给你听啊？这么说，诺兰是认真的。你自己判断啊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我任务完成了，你自己决定，别告诉我啊，我丝毫不感兴趣，拜拜。你自己做正确的决定。决定。你决定了？啊！你不是不感兴趣吗？关我屁事儿！你这么快打电话，不再想想？我不是打给诺兰，我打电话订手抓饼的外卖。你个贱人！人家女孩子放下矜持等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却在这叫外卖。我饿了。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哎呀，这种事情那么尴尬，没想好怎么说啊？反正都是费脑子的事儿，先吃饱了，才有力气思考。哎，你不懂。不，我懂。我多善解人意啊！哎，有了。哎，我可以假装没有听到微信，然后把事情放到以后再说。哇，你属蛔虫的。我恨处女座。你给我听着啊，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决定。你可以拖得了一时，拖不了一世。拜托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好不好？给你，不是给诺兰吗？我也想知道啊。作为观众的立场，这件事情我要是没参与也就罢了，现在不一样了啊。什么？培根没了？拜托你把你那副二货德行收起来一晚上行不行？做个干脆的决定，否则人家肠子都痒了，听见没有？那好吧，能答应我个事儿吗？说。帮我做饭蛋炒饭，留着我回来吃。你还是来了。啊，哎，听说这个培训机会挺难得的。啊，对了，加州特别热，你别着凉了。我不是找你谈这些的。对呀，谈离别太伤感了，换个话题吧。哎，你要吃手抓饼吗？你怎么了？他哭了，他是认真的。诺兰挺可怜的，对我也不错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但这不是……哎呀，但我还没准备好，别逼我了吧？他今天一定是喝多了，要不干脆把他灌醉，从长计议。李飞，再跑偏，蛋炒饭就没了。弹一闪要不要？你也逼我，做个干脆的决定，否则人家肠子都痒了，听到没有？你也希望我，可是。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老天让你等，
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。此刻的幸福上苍眷顾。哎，曾老师，听说昨天晚上你找诺兰去了，没出事吧？这算是点头还是摇头？我们在一起了，这么快？是有点突然。其实我自己也没做好准备。曾老师，我顶你，上门不要，大逆不道，昨晚嗨吗？挺嗨的。不对呀，他嗨的时候一般不是应该呜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男人嘛，总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哦，有的放在碗里，有的放在锅里，有的吃着碗里的，还看着锅里的。曾老师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事后，男人可以用一支烟的功夫把女人的优点通通忘掉，后悔很正常。我当然记得诺兰的优点了。诺兰，他比一菲温柔，比一菲端庄，比一菲主动，比一菲早。找什么呀？早。别紧张嘛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更何况人逢喜事可以理解啊。你知道了？碰巧看到诺兰的微博，恭喜了。其实诺兰也有很多缺点了，跟你们都没法比的，尤其是一菲，你比诺兰直率，比诺兰霸气，比诺兰早。亲爱的，你的钥匙落在我车上了。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早到底算优点还是缺点？事情就是这样的。经过这一晚，我们终于决定在一起了。哦，没你说的那么突然，原来是日久生情啊。日久，这段怎么没说呢？下周有空吗？我想请大家吃饭。一来谢谢大家的祝福，二来我可能要去美国公干一段时间，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一下小贤。吃饭，好啊好啊。哦，我那天有事儿。可我还没说哪天呢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地盘怎么好意思让你请客呢？我来买单。有吃就行，谁请没差。哎呀，你都要去美国了啊！为了给你践行，我决定亲自下厨。啊！可是你只会做蛋炒饭。你不是说谁请没差吗？周日晚上隔壁不见不散啊！顺便宣布一下，这顿蛋炒饭是我的收山之作，识货的别错过啊！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哎呀，你们总算来了！哎呀，诺兰，好久不见，又变漂亮了。哎，你说来就来，还送礼物干嘛？多见外啊！蛋炒饭配百加得，混出可能。这位是你的新男朋友？开个玩笑呢。曾小贤，你也真是的，2个人送1份就好了嘛。哦，这个是刚才漱口水，好别致的礼物啊，我喜欢。这餐前酒够劲儿。也没你这么喝的呀，哎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给诺兰敬杯酒。没有酒啦。那我去买几瓶吧。不用，预调酒喝完，我们可以自己调。我去买果汁。哎，有点想象力，难得大家今天这么嗨，我们自己调点更嗨的。我们先调可乐。诺兰啊，我跟你说，
曾小贤呢，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啊。感情方面总是婆婆妈妈，好不容易这回像个爷们儿了。就像这可乐朗姆酒给我的感觉就俩字儿，爽。还是你有办法，对不？比例不对吧？下面我们调牛奶，这个也能混？你们俩都有可能，牛奶为什么不可以啊？牛奶代表强壮。曾小贤，我跟你说啊，既然做了决定，就要勇于担当，你得对人家诺兰负责任。我最讨厌那些东倒西歪的软骨头了。加油！一菲，哎，接下来我们喝乌龙茶。这个是醋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吃醋嘛？不信我喝给你们看。好，别弄了，哎哎。好像还真有那么点酸。你看吧，来，漱漱口。啊，喝纯的不行，这个得对。那来，我们调。别闹！一菲，这可不能喝。一菲，光顾着我，要不你们喝？一菲，今天不是说给我践行的吗？哦，践行。我跟你说啊，爱情就像牢笼，践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手放开。你们俩才刚判就要减刑啊？哎，蛋炒饭好了没有？我饿死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哪天你去见诺兰，我也做好了蛋炒饭在家等你，怎么会让你急着回来吃啊？面对美女，食言而肥，说明什么？祝你们两个幸福。什么食言啊？说到食言，做蛋炒饭啊，一定得放盐。我口味重，最喜欢吃咸的了。不过不是曾小贤的咸，是咸蛋的蛋。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拿。没事吧，一菲？我这在哪儿啊？我鞋呢？你刚才跳大河之舞的时候自己踢掉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多喝2杯失态了。哎，人生有酒须尽欢，喝完全部都忘了。我也有喝醉过，虽然过程忘了，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忘不掉的。你们来吃饭，我高兴呢。该不会是因为我要去美国了，你舍不得？你网球打得那么好，你一走，我就少了一个对手，怪可惜的。可以让小贤陪你打呀。找他？我找谁？我也不会找软蛋呢。我还以为你挺喜欢他的呢。一个女人得堕落到什么程度才会喜欢他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们在一起了。那要是朋友间那种喜欢呢？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为他而醉？我多喝2杯不代表我喜欢曾小贤呢，我只是口渴。我怎么会喜欢你男朋友呢？没错，我就是喜欢曾小贤，你咬我呀！是你逼我的，我没想怎样。我明白，是我打扰了你们的生活。如果你接受不了，别，我能接受。我跟曾小贤认识有7年了，我们一直吵吵闹闹，
却又井水不犯河水，这我都能接受。凭什么你们俩刚在一起我就接受不了？7年了，我自己都忘了，居然有这么久了。以前吧，我也没觉得曾小贤有什么好的，你来了之后才有这种感觉。这什么心态啊？就算我喜欢曾小贤，那也都是过去式。生活是未来式，姐妹一定还有更好的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谢谢你。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明天你要和我一样，彻底失忆。我先回去了。一条大河。